女特种兵一觉醒来穿成精神病，原主父亲收留了初恋的女人，在父母双亡的加持下得到了原主所有的爱，甚至还抢了原主的未来大佬未婚夫。而原主一直不断给女主使绊子欺负，结果却被偏执疯批男主送上反派的床，让她名声尽毁。甚至他还想废物利用，让他代替女主下乡。原主宁死不从，被男主送进精神病院，折磨的不得不从。后来原主下乡才发现怀孕了，大着肚子名声尽毁，生下孩子就大出血死了。最后原主生下的孩子性格扭曲，接替了恶毒女配的位置继续作妖。多年后被已经手眼通天的男女主虐得更惨，死得更不体面。朱卓华，赵建华同志让我转告你，只要你跟秦书义道歉，作为补偿自愿代替他下乡，我就放你离开精神病院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有病。既然你同意了，什么？祝卓华苍白的脸上露出灿烂却又有些风痴的笑容。院长，感谢您不辞辛苦亲自给我做电击治疗，才让我终于认识自己有病。自从正确认识自己的病情后，我再也不嫉妒我爸、我哥和我未婚夫都爱秦书义了。相反，一想到他们四嘿嘿，我就兴奋。院长，你说我这是什么类型的精神病？我不过是收钱办事，真要把人逼疯了，我该怎么交差？院长，你怎么还不给我下诊断？你这样真的很不专业呢，我急得浑身难受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对啊，我没病，你给我看诊做甚？他一把抓住了院长的手臂，忽然他感受脚腕被什么捉住了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从病床下伸出来。亏啊！院长，你不专业我也原谅你，谁让我心善呢？只不过我室友你应该很熟的，他说你以前特爱找他去办公室玩，他也想邀请你来我们宿舍玩，你们从此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。神他妈跟精神病相亲相爱，赶紧放开老子，听到没有？啪的一声，一巴掌把他拍飞。哎呀，不小心下手重了。祝卓华看着像狗屎一样趴在地上的院长，很是遗憾，走向前五花大绑。室友，拿去玩吧。精神病室友开心极了，直接扑到院长身上各种抓挠，但下一秒笑容却垮了下来。室友，我跟他长得不一样，玩不了一样的游戏怎么办呀？人与动物不同的就是人会善用工具，你看那扫把像不像棍子？问，为什么我们都是精神病，你比我厉害那么多？朱卓华同志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现在就放你离开精神病院。室友，赶紧啊！他说他已经迫不及待跟你玩游戏了。救命！来人啊！杨院长惊恐地对着病房外呼救，女精神病一步一步地向他这来。朱卓华，我清楚你没病，一切都是赵建华授意我的，只有我才能帮你指控他，并帮你澄清病情，不然你一辈子都会有精神病这个身份的。哇，你好能干哦！说完，他把他的嘴堵住。祝卓华开始抱他的装备，然后盯上了院长脚上那9成9新的皮鞋。由于我前世是特种兵转业变成捡垃圾的，看不得东西没有物尽其用，所以嘻嘻。最后他还是选择扒了下来。哦，这真香。剧情里赵建华怕影响名声，每次都是大半夜来精神病院找院长交代事情，今天院长亲自来让我给答复。很显然对方应该来精神病院了，并且意味着除了院长没人知道他来这件事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，我得赶紧去把人堵住弄死他。杨院长绝望的呜呜声直接被隔绝在病房门里。祝卓华飞快找到院长办公室，看到了赵建华。怎么样，他同意下乡了？他又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来人是祝卓华。看来你是愿意认错了，不然杨院长也不会放你过来。既然如此，回去跟书义道歉，老老实实代替他下乡，你欺负他的事情就这么算了。妈的，最烦装逼的人。祝卓华，发疯没用，你要清楚，能帮上书义算你的福气，要不是书义善良，为你求情，我早就把你当蚂蚁碾死了。祝卓华直接飞速对着裆部一传，1秒直接把这虚弱逼王干趴下，后他直接踩在他脸上摩擦。请问一下，是这样碾的吗？这个脚法喜欢吗？问你话呢，是不是这样碾的？哑巴了，连女人都打不过，这么虚，什么破烂玩意儿，就这点能耐还装逼？你竟然敢这样对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结果祝卓华直接一脚踢向他的嘴巴，一颗牙掉了出来。啥？我没听见，别慌，慢慢来，你重新说，这次我一定能听见。我现在很确定，这件人真的在精神病院里疯了。赵建华连忙像哄小孩一样说：卓华，你再这样发疯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爱上你，永远不理你了。哦，是吗？你在这里一定过得不好吧？你别再对我动手了，我就带你回家，然后我这辈子都好好疼爱你。西西，不可以哦，人家想要在这里跟你当夫妻，咱们一辈子在这里生活，这里有好多好朋友，每天还能玩游戏，可有意思了呢。你为什么不答应我？难道是不愿意？赵建华刚想要回话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啪一个大笔兜。你个小打打的，说话又哑巴了，刚刚说爱是骗我的。
我啪的在一个大壁咚。你让我很生气，你这个男人真欠收拾。回答我，到底爱不爱我？你竟然无视我，竟然不回答我。我愿意，我爱你，别打了。我的手都打疼了，你不安慰一下我？赵建华眼神胆寒，稍微犹豫了1秒，啪的又是一巴掌。还说爱我，竟然都不心疼我手疼。我心疼。赵建华这次学聪明了，再疼都得把话说清楚。乖，不疼不疼了。傻逼，你竟然敢往我手上吹口水，恶心死了！卧槽，不哄被打，哄也被打，这精神病有病啊！对，打狗屁偏执疯批男主，今儿就看看谁比谁疯批。突然话锋一转，建华哥，对不起，我犯病了，一时没控制住自己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啊，祝卓华才待了几天就真待出精神病了，明显这不像是演的。我不怪你。没说完，又是啪啪2巴掌。你这猪头样可真恶心，瞅到我了。祝卓华做出反胃的动作，打够了后，他老规矩开始爆他的装备。再瞪眼把你眼珠子挖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清高样，这嘴脸看得我更恶心了。随后祝卓华把他放到了精神病院最舒服的电击治疗室。当初你亲自提出让他好好用科技的手段治我，好知道教训，现在可就轮到你自己了。祝卓华，放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强制把你送来精神病院反省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只要放了我，我就答应我娶你，爱你一辈子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哇，好严重啊！你竟然敢一辈子不原谅我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什么狗屎样子，真滑稽！就在仪器被打开后的1秒，欢迎绑定羊仔系统。宿主只要你承诺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到18岁，让他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，就可换取购物国或2用空间系统1个。这音色竟跟这个身体的原主一模一样，你既然能搞出空间系统这玩意儿，干嘛不自己活着虐死那群人？宿主，你是我在大千世间见过的唯一一个扳倒主角的特殊存在。你是说我送我的电工老板吃牢饭的事情？我也隐约感觉到曾经的世界多半也是小说世界。哈哈哈，算了，不想了。这个世界除了我女儿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了。为了她，宿主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跟主神申请，提前贷款给你，只希望你能同意我们的交换。我要求也不高，把我在那个世界捡垃圾的财产都运过来就成。至于我藏的现金，给我换成物资，这个要求能接受不？这个很简单，系统一共分3个板块：羊仔、商城、仓库。羊仔板块就是从产妇健康任务到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等全家的一堆情感任务，任务完成才有积分奖励，积分才能开启更多仓库权限和购买商城物品。系统，你确定这羊仔任务没问题？你哪儿搞来的羊仔系统就不知道根据实际改一下？好不容易心疼一下老实人，现在感觉被坑了。小受精卵的爸是被算计的，全家对原主等人恨之入骨，原主那亲爹亲妈更不用说了，都独宠秦书义。虽感觉被坑了，但前世的身体已死，这一世也算白捡的，也不愧。轻松解决这垃圾后，他又跑到院长办公室报装备。这死老登靠着这家不正规的精神病院可是赚得盆满钵满，看我把这些都收到我空间里。收。剧情里提过的办公室暗柜的现金和黄金，收，全部收，继续收。几分钟后，院长办公室彻底剩下垃圾和灰尘。他满意的走出了院长办公室，又回了一趟病房。室友，我要走了，这些院长的犯罪证据给你，有筹码才能玩更多好玩的。室友，我看好你哦。精神病院门口，祝卓华准备把自行车收入空间，然后翻墙后好骑车回城。结果空间容量不足，请积攒积分兑换。垃圾系统，原主，你给我出来！骂了半天也没有人回答，他只能老老实实走回了家。第二天开始吃饭，而他爸看到他回来却没有半分惊讶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赶紧去办理好下乡的手续，然后把工作转给书义。逆女听到没有？就你跟男人乱睡的名声，已经让老子在外面都抬不起头，赶紧滚去乡下，也少给我们家丢人现眼，知道没有？下乡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要钱直说，你只要不再闹毛蛾子，我会给你100块补偿。毕竟你再不听话也是我女儿。我不是要钱哦，我这里怀的是你的外孙女，我需要你们对我的乖女儿进行一下爱的关爱。之前赵建华说把这逆女送去精神病院尝尝教训，保证能让她听话，乖乖代替书义下乡。我没多问就同意了。怎么长教训后行为举止这么不正常了？什么孩子，你又出去乱搞了？你不要脸，老子还要脸！祝卓华一把抓着他衣领。老登，你说谁不要脸？你赶紧给我道歉，不然我可要犯病了。你这死丫头，什么态度？
女儿明明没病，却被父母男友合伙送进了精神病院，甚至用上了电击疗法。可他们不仅不心疼，反而哈哈大笑。而他们做的这一切，只是想让她替养女下乡。如今被特种兵附身的女人不忍了，果断从医院逃出来，抓着她就给她2个大逼斗。让你跟你外孙女说几句关心的话，就那么难？你这个逆！啪啪声一阵又一阵，敲击的特别有节奏。是不是就那么难？问你话呢？为什么非要惹我犯病？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做个斯文的美女吗？住手！你这逆女，亲爹都敢打你，要遭天打雷劈。所以你不爱你未来外孙女，既然你不爱她，那就去死吧。祝有良听到死字瞬间怂了。哎，我爱我的小外孙女，闺女，乖，你快松开手。这才乖吗？这才是我女儿的外公。来进屋。不多时，屋里传来走音的歌声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祝有良狼狈地跪着给女儿和外孙女唱儿歌。画面诡异，积分加50。爽，我好好睡觉，吃饭补身体也就+1又+1，结果收拾了这老登赚这么多。突然话锋一转，爸，你的关心和爱小外孙女收到了，她很喜欢。自从我被医生确诊精神病，我就开始一生气就控制不了自己。瞧你伤成这样，做亲女儿弟我可心疼了，我可真该死。爸，我现在就按照你的意思去知青办把名报了，然后把考上的工作转给秦书义，这样你会原谅我吗？祝有良见他精神是真的恢复正常，这才赶忙重新摆出一家之主的气势来。哼，那你现在还不快去？祝卓华却没有动，又开始如刚刚精神病一样微笑看着他。我都道歉了，你竟然不说原谅我？说着，他直接对着祝有良的老腰就是一脚。没关系，这3个字很难吗？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别打了，老子要被你打死了。无名，爸你疼不疼呀？都怪我控制不住自己。说完，他又是一脚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口传来一阵少女声：“呀，干爸，你没事吧？”正是祝家其他3人：亲妈叶静、秦书义、亲哥祝建军。秦书义飞快地跑过去扶起他：“干爸，你没事吧？”叶静见亲老公被欺负，瞬间火冒3丈：“死丫头，你竟然现在敢打你爸了，想要造反了！”被妻子保护的祝有良第一时间就是让妻子充当吸引精神病的目标。书义，趁现在躲远点，这死丫头变精神病了。很危险。虽然干爸他们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，就故意不让我知道，但我也是偷偷了解到建华哥把祝卓华送去精神病院反省的事情的。所以祝卓华变精神病什么意思？病理意义上的精神病。在秦书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祝有良就护着他躲开祝卓华发疯的范围，任由妻子像他刚刚一样被收拾。书义，你没事吧？建军哥，我没事的，你快让卓华别打了，快救干妈！你这死丫头，给老子住手！真的是越来越脏了。说着，他冲上来想要打他一巴掌，但挥巴掌的手臂被牢牢抓住。突然，祝卓华从空间掏出了菜刀。你怎么可以凶你的亲妹妹？是不是想死？祝卓华，你发什么疯？快把菜刀放下！建军别惹他，他真疯成精神病了，一刺激他什么都干得出了。不是说送去精神病院教训几天，怎么就真成精神病了？我怎么知道赵建华怎么办事的？感情就是这4人都知道，秦书义这外人也就算了，原主的家人还真没把他当人看啊。于是祝卓华气得腰 V4，很成功拿来另外2个亲人的真心，全家蹲在地上开始给他唱起了歌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。你接着唱。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还有你们赶紧的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突然话锋一转，哎呀，我这又是做了什么呀？我亲爱的妈妈和哥哥，你们没事吧？祝卓华恢复正常，再次一脸歉疚，家人都瑟瑟发抖，生怕稍微没注意就惹到祝卓华又犯病发疯。妈、哥，还有我异父异母的好妹妹，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你们会原谅我吧？赶紧配合他，不然神经病又要发疯了。听到提醒，大家只能配合。秦书义也吓得脸色一白，躲在2男人后面当鹌鹑。书义妹妹，躲啥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瞧我这脑袋，刚刚不是答应了爸去知青办理下乡吗？一犯病差点忘记了啊！爸，我现在就去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做啥都愿意。爸，你高兴吗？高兴，我很高兴。高兴就好，我这么孝顺，准能让你如愿。说着，大摇大摆的出去。爸，祝卓华这疯了好吓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先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去报名下乡了。要是报名了，咱们就忍忍，而且一定要瞒着他成了精神病的事情，不然会被知青办退回。等他离开后，我们就管不住了。
书意的麻烦和工作也都解决了。一家人齐齐赞同。而知青办办公室，他掏出了1000现金、一把菜刀、一张精神病诊断书。陶主任看着办公桌面前对着他笑得很诡异的少女，浑身毛骨悚然。同志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你先把这2样、3样都放起来，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，是不是不想下乡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你说，你有这个诊断书做证明，我现在就可以取消你下乡的名额。主任，我跟你说哈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喂，你说，收听着呢。我本来不用下乡的，但是我那黑心肝的亲爸亲哥还有未婚夫都喜欢一个女人。虽然你们家乱得很，但这2者跟你下乡有关系吗？你慢慢听我说嘛，他们那样，然后这样，反正是逼着我必须代替那女人下乡。真 TM 精彩，嘿，岂有此理！小姑娘，你放心，这个事情主任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，保准让那女人下乡去到最艰苦的地方给你出气。主任，你这就不对了，那女的错就错在她魅力太大，欺负我的罪魁祸首不是那3个狗男人吗？是吗？叔猜错了，你不是想对付那女的，可你父亲和哥哥都有工作，下不了乡，我也只有权利让那女人下乡。这简单，他们会没工作的。要是这样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所以我想让我堂哥、堂姐还有几个幸运的同学也一起下乡陪我。姑奶奶，我们刚刚不是在谈那3个男人，怎么又出现那么多人？他们帮那女的说话，蛐蛐我不高兴，所以你同意钱拿去，不同意我可就要动菜刀了。反正我是精神病，我谁也不怕。那些个指责原主欺负秦书义就霸凌过原主的精神判官们，既然这么热情，都跟着他一起愉快种地吧。我来报名字，你来写，赶紧的。这不合规矩，需要本人和户口本证明。所以你是想选菜刀？女人是精神病，可父母却逼着她报名下乡，而前一秒还傻乎乎的她，后一秒竟然主动来报名。只见她不拿户口本，却拿一把菜刀、一张精神病诊断书，这顿时让主任吓了一跳。我来报名字，你来写，赶紧的。这不合规矩，需要本人和户口本证明。所以你是想选菜刀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冒犯了。陶主任吓得立马从抽屉里拿出报名单，很快密密麻麻写了一堆后，这1000块给你。别，我不要。怎么，贤少，要你帮忙安排的人是有点多，这平均下来你吃亏了。可你收获了一堆填满下乡的名额啊，减少你们后续多少工作啊？到时候你们去送下乡通知书，直接告诉那些沙儿是我替他们报的名，有胆就来砍我，看谁砍得过谁。结束大规模报名后，他来到了黑市，开始摆摊，而他卖的正是院长爆出来的装备。2手垃圾不要钱，求个最凶的流氓去揍人。哎呦，这小姑娘卖的这些衣服还挺不错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不一会，几个二流子好奇的凑上去。小姑娘，你意思是我们帮你揍了人，东西就都归我们？你们太虚，我看不上。你这小姑娘敢要人，知不知道后果？说话的二流子摔在地上。看吧，这么虚还想接活，滚！几个二流子都傻了，立马连滚带爬的逃了。好一会来了个大块头男人，你看我可以胜任不？就你了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打了就跑，被抓了我可不认。万一被抓，这些东西也得是我的。没问题，这是名单，一个个给我挨着捧，最好让他们手伤脚伤，不方便出行上班。他和他们都是才拿到高中毕业，正步入社会的。小卡拉米没法立即找工作上班，他们的下乡才更稳。当反派对着主角团和他们的拥趸瞎逼逼没啥用，关键是拿起菜刀直接干他丫的，最好在这2天之内完成。给你一双臭皮鞋当定金，干完后来找我去验收成果。流氓哥立马答应。祝卓华回家已经傍晚了，砰的一声，他一脚把门踹开。都在啊，都没去上班。突然，你们都是在等我回家的吗？人家好感动呀，看来我下乡是下职了。说着，他把下乡通知书拿出来，在他们面前晃悠了一眼。是真的，他真的去报名了，还盖了知青办的公章。书义，你终于不用去下乡了。祝有良也激动得不得了，结果看到儿子握着秦书义的手，粗心大发。建军，谁教你那么轻浮的随便握女同志的手的？就算是妹妹也不行。这3人又快上演爱情3角恋了。这叶静还一脸丈夫高兴她也就欣慰了的傻逼蠢样。老子数到3，你们再笑嘻嘻，不带我一起笑试试。按原计划先稳住他，等他下乡就结束了。干爸说的对，妹妹，你现在去国营饭店给我买肉吃。哥哥，这次轮到你跪着给你外甥女唱歌。爸爸，你给我打热水来洗脚。还有妈妈，你赶紧给我捏捏肩。你。祝有良想要反驳，他赶忙转头把脾气发在叶静身上。听到没有？赶紧去打热水来。那是你的活，他给我洗脚，谁给我捏肩？祝卓华说着，熟练的从空间掏出菜刀放在桌上，等待4人服务。哥，伺候了半小时后我爽了。爸爸妈妈、哥哥妹妹，你们这样疼我
我可感动了，咱们果然是幸福美好的一家。凌晨，苏醒了，夜杀时刻，现在半夜正是干坏事的好时候，出发。祝卓华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从房间里出来。第一步，把亲爱的家人们无痛从睡转晕。第二步，开始填充积分新扩张的空间，开始搬空全家，收。突然从柜子里掉出来了3个东西，这是用秦书义名字开户的8000多的巨额存折，还有一个都被摸脏了的粉色鸳鸯肚兜，还有没有寄出去的情书，真恶心，我还是只存折吧。肚兜直接放在亲妈的内衣裤区域藏着，情书放进衣服口袋里，一会废物利用。扫荡了主卧后，他立马转战祝建军的房间。比起夫妻俩的积累，这小子积蓄就那么25块8毛4，穷的真可以。收。就在这时候，大箱玉石珠宝，里面还有10几大卷的钞票，比朱有良的小金库都还多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忽然他猛然想到原主的亲外公可是大资本家，老头子只有孙女没有孙儿，重男轻女，只疼祝建军这外孙，一家子在66年就被打成走资派下放了。叶静也第一时间跟娘家断绝关系，如今这情况明显祝有良夫妻多半不知情的，不然也应该私藏点啥。那这么说来，外公一家无人可依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把家当交给了最信任喜欢的大外孙了，然后这个大孝外孙得了巨额财富，也跟他们撇得干干净净，财产藏着自己偷花，而他房间里这些都是女人的珠宝首饰，而只带珠宝回来真相不言而喻。至于大头肯定藏起来了。果然最后扫荡秦书义房间，立马就发现其他贵重珠宝，还有一封封肉麻的情书，还真 TMD 是亲父子俩，追女人的方式都一样。他把秦书义打晕，往麻袋里一套，扛着大摇大摆的出门了。出门一边走一边往各个邻居家撒情书。原主记忆中最八卦的那婶子家尤为优待，撒了3封。次日一早，老祝快醒醒，咱家被偷了，钱都被偷没有了，怎么办呀？祝有良赶紧起来跑去检查自己的小金库。那贼拿钱就算了，该死的还把我珍藏多年的肚都拿走了，那可是他一辈子的念想呀！谁干的？到底是哪个龟孙干的？忽然房间门被踹开，死丫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？爸，你说啥？我干了啥？别给老子装！你一回来，家里就失了窃。你祝有良还没教训完，祝建军就冲了过来。爸，不好了，书义被绑走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爸，贼人给我留了一封信，说。祝建军见祝卓华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看，立马拉着亲爹去自己房间私下说：10根金条换书义，我们家的钱都被那贼人洗劫一空了，哪有钱？不对，小偷怎么给你留信？我原本还以为是祝卓华那死丫头偷的，没想到罪魁祸首是你。你这畜生藏得可真深，要是书义有什么3长2短，我杀了你。爸，要是书义真出事了，不用你动手，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了。祝卓华听了一耳朵父子俩悄悄咪咪的对话，然后慢悠悠的出大门溜达。婶儿好，我家昨晚遭贼了，你们家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家什么都没丢，就是啊，你爸跟你哥是不是对你们家收养的养女有些别的意思？女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男朋友、哥哥、爸爸都喜欢同一个女人，甚至还要为这个女人逼她下乡，让她在精神病院惦记了9981天。可她得知后不仅不生气，还哈哈大笑，只因她真成了精神病。而逃出来的女人手握精神病报告加系统空间，第一天晚上就打晕了他们，搬空了全家，还绑架了养女，顺便还把他们写给她的情书撒满了大街小巷。第二天一早，婶儿好，我家昨晚遭贼了，你们家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家什么都没丢。那个你爸跟你哥是不是对你们家收养的养女有些别的意思？婶儿，你咋知道我爸和我哥都喜欢我养妹呢？这么重要的秘密都被你发现了。婶儿，你千万别跟别人说，秦书义都上了我们家户口了，说难听点，他跟谁好都算乱搭搭了。我以前劝我爸跟我哥，他们非不听，还一直说我不懂事，我也是很苦恼呀。原来以前他们是因为这个嘛，你不都是啊？搞得街坊邻居都以为你小心眼嫉妒养妹才闹腾。婶儿，你咋知道他们的事？难道是你不小心看到他们啃在了一起？他们还啃在一起过？不，我没说。不是的，这不是今早被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了吗？我看到了，给你看看。那头你们家的贼人多半跟你们家有仇，把你爸你哥都一些私密信件都传播出来了。那内容你一小姑娘还是别看了，直接拿回去给他们。好，我这就拿回家去。说着，他转头就碰到焦急出门的父子俩。大哥，婶儿要我转交的信。让开，别挡路，要是耽误了救书义的时间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祝有良也直接推开他，
跟着祝建军离开，一眨眼就走得老远了。他们为了书意就会这样，我在家都习惯了。婶儿先不说了，我有点事。祝卓华不远不近地跟了生气父子俩一路，最后一同到了郊外的某公墓群中。只见祝建军熟练地把脚下一整块水泥块推开，竟然有个通道。他进去后不多时就出来了，手里黑色的布袋子鼓鼓囊香了。两人走远后，祝卓华从不远处的草丛里出来，然后重新打开了暗道。里面空间竟然这么大，堆的居然有40-50来个箱子。收，全部给我收！回去的路上，他这才注意到正好经过赵建华家的老宅。赵建华三叔是干革委会的，从66年开始就一边抄家一边往自家搬，好东西全放在这破败的老宅里藏着。后来运动结束，他被清算了，藏的所有财富都成了赵建华这个男主走向首富的启动资金。原本计划找1天后半夜来搞的，既然来都来了，还周围正好没人。1个小时后，空间内存满额，而他还在墙上写下了赵建华仇人到此，捡钱一游。想到赵建华什么时候从精神病院逃出来，被他三叔记恨上，更有意思。到家这边，远远的就瞧见昨天收买的流氓哥在门口等着他。他给了对方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到没人的地方说话。按照你的意思，名单上的人我差不多打了一顿，还剩几个在这里？这么快？我没有忽悠你，你这里90%都是一个班的。昨天下午他们一起聚餐了。不错，剩下这几个就先算了。我又有一个活，给200块一趟干1天，你接吗？200，这钱肯定也是容易背锅被抓不光彩的事情，所有这钱也贵的有道理，我干。行，你等着，我把昨天约定好的东西给你，然后好好给你交代一下今天的活儿。2个小时后，流氓哥按照祝卓华的意思，扛着麻袋到达约定地点，祝家父子早已等候多时。你要的金条带来了，赶紧把书意放了。要放了这女人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，我跟祝有良有血海深仇，把她交给我，她的命换这女人的命。骂了我一路了，你大大的结果他是冲你来的，都是因为你，书意被抓了，外公给我的东西也被人发现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时间给你们争吵，我数到3。我选书意。爸，我知道你也是喜欢书意的，虽然你一把年纪觊觎晚辈真的很恶心，但为了书意你应该承担责任。说着，他直接把阴腰伤没什么反抗能力的祝有良一脚踹了出去。你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当然。流氓哥答应了一声，把秦书意丢向祝建军。建军哥，我好怕。别怕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两人柔情蜜意了一下，拉着手立马逃走了。看来你儿子和你喜欢的女人心里都不在乎你的死活吗？流氓哥嘲讽的同时，慢悠悠地摸出了怀里的刀子。当然了，若是你真心忏悔，我是愿意放你一条生路的。我忏悔，我忏悔。中午，祝卓华刚到知青办门口就遇到熟人了。哟，陶叔，我正要来找你呢，这就碰上了，巧了不是？陶叔，你咋了？尿急啊？陶主任下意识瞅了瞅他腰间，只有一张白纸。我今天没带菜刀，咱俩这关系，你怕啥呢？小祖宗，我都按照你要求办完事了，你还来干啥？陶叔，你这是不欢迎我？我帮你解决了知青下乡报名不积极的名额问题，还给了你辛苦费，之后还要承担所有人的咒骂。我这么无私，这么善良，你还嫌弃我？你这样我可就要犯病了哈！陶主任都要崩溃了。这辛苦费是能在公共场合说的。姑奶奶赶紧理面去。姑奶奶，你又要找我干啥？你直说。正所谓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等到屋里，祝卓华嘻嘻一笑，把买来的一大张白纸拍在桌上。听说你很有写大字报的经验，想让你帮我写一个，标题就写祝有良搞乱，哒哒贪污厂里公款，大大滴坏。姑奶奶，我不认识祝有良是谁，写他的大字报不能无法从实际出发写明情况。您看，要不您找个跟他熟悉的人写？不行，我就找你。我可听说你是靠写大字报打倒了对手才坐上这个位置的，那就说明你写的大字报有水准啊。再说昨天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爸叫祝有良了，你不已经认识了？他乱哒哒，昨天跟你说了，他一个厂里小组长领导都不算，结果给拿秦书义买布拉吉、小皮鞋的钱都不够工资，更别说还要养家了，所以肯定贪污了。陶主任想要拒绝，就见祝卓华右手又被过去。这女疯子不是说没带菜刀？我写。破烂不堪的小屋，地下却埋藏着几吨的黄金，而这却是爷爷留给孙子的财产。女人只是随手一抬就把它们全部收入了空间。出来后，女人马上出发去了知青办，准备写大字报举报父母一家。你写不写？不写我可要下刀了哦。这女疯子不是说没带菜刀吗？我写。这时办公室门被敲响，
主任，外面有一个姓刘的同志说跟您约好了来见面。老子什么时候跟人约好了？不，等等，是约好的，让他进来吧。叔，我约的朋友，姓刘，刘的刘，人如其名。陶主任瞅着走过来，一看就真的很流氓的青年，吓得吞了吞口水。一个疯子还不够，又来一个混社会的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他看了一眼陶主任，随后用眼神对祝卓华询问：“没事，陶主任自己人，随便说。”陶主任如临大敌，吓得连忙捂住耳朵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办完了。年轻那个也如您所预料的交了赎金后带女人走的，老的那个我逼问完后，腰太严重，还在原地躺尸不能动。完成的不错。祝卓华很满意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叠大本钱，多的算给你的小费。那个你逼问清楚了，就赶紧协助我家陶叔写大字报。谁 TMD 是你家陶叔？陶叔，赶紧干活！你这老骨头要是没用处了，我不介意宰了你哟。多写几份哈，厂子可不止一个大门，不止一个宣传栏。知道了。陶叔，你再忍忍，你想想我还能在城里待几天？等我走了，你就解放了。那个一张优秀的质量高的大字报可不是随便写的，得需要抓住对方的致命问题，加之熟读红宝书，最重要的得需要这种能把小事化大，大事就直接的把人送去枪毙的语言手段，因此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写好的。那你们两个在这里慢慢写，我要回家休息，反正钱花了是得使唤回本才行。结果刚出门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哭。你这个骗子，你承诺过会把我分配到我家人下放的地方的，结果这差的10万8千里，你还我钱。我当初是说有可能，反正已经报好名了，你不去也得去。骗人不得好死。那女生不就是剧情里被赵建华算计的那个反派的亲妹妹陆彤彤吗？也就是说是自带金手指奶粉钱的小受精卵的姑姑，那是不是也能薅一点积分？刚好我现在空间又满了，积分又空了，商城里的除了空间面积，其他眼馋的好东西都没机会买。说干就干，他立马走了过去。他收你多少辛苦费了？生气？关你屁事！原主毕竟是陷害人家亲哥背上流氓最下放的罪魁祸首，人家厌恶我也是应该的。我叔可是陶主任，多少钱给老子双倍奉还？哪来的臭丫头冒充我三叔？信不信老子削了你？削，你喜欢，我满足你。祝卓华从空间拿出菜刀就向他挥去，男人也吓得腿软的直接坐在地上，精神恍惚。不好意思哈，原本想满足削你的愿望，但看你太丑，怕脏了我的菜刀，忍住了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陶主任听到外面的动静，飞快冲出来。哎呀，陶叔，被你发现了，你听我解释呀，我其实只是想带菜刀去买个肉，怕你多想才撒谎说没带菜刀的。神提 M 带菜刀去买肉，这神经病有病啊！你快跟我家陶叔说说，你都干了啥？叔，三叔，救我呀！求救的同时，他快速把事情和盘托出。平时就让你做事低调点，结果惹了这精神病。精神病可怕，身手顶级的精神病基本等于无敌。我数3，安排这谁来着跟我去一处地方下乡。靠，我让这臭小子马上给你办。我不要，我要去红线垒山村。祝卓华同志下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不多时就干好了，还把钱退回来的双倍。你别以为帮了我就能对你感激涕零，你害得我哥被下放，好好的忽然就想下乡到我家人所在的地方，我看你就是有什么居心，你该不会还想去祸害我家吧？你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我家招你惹你了，掘你祖坟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？祝卓华是没办法跟陆彤彤解释，原主被当其子，但在陆家人眼里，他就是牺牲清白毁了陆之野的罪魁祸首。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你侄女，给他唱个歌联络一下感情。啥？你跟我哥就算那样了，怎么可能一下就有了？你也太看不起你哥了，也不止一下。你下流！你想去垒山村找你哥的机会是靠我一念之间的态度，你不愿意，那我现在就回知青办。刚好我这次带着下乡的人有点多。我唱。最终他一副屈辱的样子妥协。虽然父母哥哥在下乡前把我安顿好，但我觉得再苦一家人在一起才幸福。为了这个机会，我能忍。你要我唱什么？随便。在这里，难不成还要给你搬个舞台来？在陆家没出事之前，陆彤彤可是军区大领导的掌上明珠，在这个贫瘠的年代也是享受最好的资源和机会的。可以说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少年宫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从小在少年宫里学习了很多才艺了。此时他轻声唱的歌比祝家的废物唱的好听多了。一曲毕，音准不错，
但没啥感情，对你侄女的爱一点都不诚心。祝卓华说完，直接给了他一把钱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奴隶了，3天后下乡，所以你要在2天内给我准备一下我下乡要用的东西，吃的穿的都得要。好的。然后把火车票给我买好，要卧铺的。除此之外，再多给我买个4张站票。下午多当天的早上你来我家接我。凭什么？这是不满意，不想跟我去磊山村了。我没不满意，我照做就是。行，下乡当天准时来。祝卓华说完就大步离开了。晚上，本分贤惠的亲妈忽然敲响了他房间的门。卓华，呜，你妈我的命好苦啊！你知道你爸跟你哥都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情吗？他们做什么事我管不着，但我知道你命不好，但我的命现在可好的不得了。前世收拾霸总老板，我捡垃圾多少年啊？来这儿，一堆小卡拉米都不够他塞牙缝的，还国了满满空间的财富，直接可以躺平几辈子了。这命可不比上辈子好。卓华，我跟你说，你爸跟你哥……说，我同意你在我面前说了。祝卓华说完，砰，房门直接被关上了。祝卓华，你这死丫头，我是你妈，有你这样对自己的亲妈的吗？为什么谁都欺负我，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忽然门开了。我知道你爸嫌弃我娘家的成分，但我对这个家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祝卓华突然一盆用过的水直接泼了出来。哟，这个时候才知道找亲女儿，再吵老子用菜刀把你剁了。剧情中，原主被欺负的那么惨，这女人也冷眼旁观，还安慰原主说：“我们都是命苦的，不像秦书义和他母亲有享福命。”教育完原主，转头为了讨好丈夫就去伺候秦书义去了，恶心！喂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女人写大字报，将自己一家关进监狱，妈妈也被吓得住进了医院。可女人却像无事发生，在家里开心的大吃大喝。卓华，你在家呀？对啊。卓华，你爸被贴大字报，你妈进医院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是吗？我爸除了喜欢小女生这个坏毛病，人还是很好的，怎么会被贴大字报呀？谁这么缺德？卓华，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大字报的内容要是真的，他缺德是可没少干。虽然他想装一装忧伤，但高兴起来实在忍不住。精神病。而他刚出家属院，流氓哥就找来了。祝同志，祝老板，你咋来了？事情闹大了，我想我可能需要跟你汇报一下。祝有良回来跟祝建军闹起来了，一时气急就说了私藏资本家财产的事情，最后被派出所带走了。要是被证实了，你们全家都成分会出大问题。哦，这个知道了。你不担心成分不好在这个世上就是原罪，你可不能不重视呀。你需要工作吗？工作？对，我把我考的工作送给你。那我需要付出什么？你之前揍的那群人，他们虽然都被我送进下乡名单，但家里有关系，依旧能在城里过得滋滋润润的。我是会嫉妒的，你负责盯住他们，破坏他们一切找关系的机会，别让他们好过就成。我可是个小心眼，那些小卡拉米们，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狗咬人，我最大的好心就是送他们农村条粪，还能喂饱他们。瞧瞧我是不是很仁慈啊？这个我倒是能做到，就是我不明白，你明明有工作，可以不用下乡的。能做到就行，我不用你明白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还有你办事办得好，我自然对你大方。要是敢背叛我，你绝对也在我的名单之内。记住，小老子重度精神病，砍人也不会坐牢。流氓哥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祝有良父子俩当天就从派出所出来了。其因为墓被按到下面的财产空了，只能算纯属胡诌。但大字报和伦理民生问题让父子俩都被开除了。回来就遇到了通知他们下乡的人员：祝有良、祝建华、叶静，现在通知你们2天后下乡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报名下乡，这不合规矩。怎么坏事全赶在一起去了？你们这一批全是一个叫祝卓华的同志帮忙报名的。祝卓华同志亲口说是你们委派报名的，他说有什么问题让你们收到通知书随时找他。工作人员刚说完，祝建军就冲到祝卓华房间门口踹门。祝卓华，你这贱人，出来给老子说清楚，你竟然敢陷害我跟书义！门被踹开的一刹那，菜刀划过他的脸颊，又飞回了祝卓华手里。在场的众人大惊，这是人类能使出来的技术。祝卓华把玩着飞回来的菜刀，神色如常。作为霸总身边的顶级前保镖，不会点绝技怎么可能被选上？我亲爱的哥哥，你刚刚说啥？我怎么一生气不小心忘记祝卓华已经成了精神病了？我想了想，他转头直接看向送下乡通知书的工作人员：同志，是他擅自报名的，我没同意。名额已经上报了，你们下乡的名单也已经确定了，
我可没权利做什么。反正我只提醒你们，不管你们是什么情况，但不下乡后果自负。工作人员说完就板着脸离开了，但很明显，对方走路的状态，腿是软的。下乡有什么不好？再加上爸下乡劳改，咱们一家也在乡下，也团团圆圆的，多好呀，多幸福啊！你们说是不？祝卓华，你简直太歹毒了！说完，他捂着脸跑出了屋。祝卓华，你这个死疯子，给我等着！祝建军心疼，赶忙追了出去。妈，你也别吃醋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更爱爸和哥哥妹妹们，忘记让你这个外人一起陪我了。明天就要下乡了，我要最后下一次馆子，再溜达溜达，等半夜再回来睡。毕竟今天其他收到下乡通知书的也会来闹，我还是想躲个清静呢。书意，等等我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你别跟着我！你看到街坊邻居看咱们的眼神了吗？好像我真的跟你和你爸爸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一样。你是还嫌我的名声不够臭？书意，是我让你受委屈了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他们，看他们还敢不敢说。祝卓华那种爱拿刀砍人的疯子，我是害怕，但这些个欺软怕硬的邻居，我还是能随便收拾的。随便你，你们一家人相亲相爱吧。我要去找建华哥，他才不会让我被欺负成这样。秦书义说完转头就走，就这样他成了第一个发现赵建华失踪的人。建华哥你在哪里？书义好想你。殊不知赵建华还在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。女人是精神病，居然给全县的人报名了下乡。可她不仅不害怕，还扬言让他们来找自己。而那些接到通知的人也是傻眼了，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女人的大院门口和祝家人理论。你们也是祝卓华说的一起下乡？他让我多买了车票的几位同志吗？你也是被祝卓华报名下乡的？陆彤彤点头承认。那你也是来找他讨要说法的？今天不是到了下乡的时间吗？他让我找他一起下乡。同志，你这就屈服了。他擅自替我们报名是不符合流程的，必须讨回公道。祝卓华那死贱人收买了传达室大爷，让他盯着，让咱们进不去，但今天肯定蹲守得到他。就是那贱人以前看着就只是有些讨厌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歹毒。我们几个都是他的同班同学，不就是之前说过他几句，开了点小玩笑就要毁了我们一生。祝卓华这人还真不是个东西。同志，你咋得罪那贱人的？他把我哥哥害得被下放了。靠，他原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阴损的事情了。同志，你跟我们一起，咱们团结起来，一定要讨要一个说法。抱歉，我愿意下乡的。我家人现在就在我下乡的农村，我只想跟家人团聚，名单都已经上交确定了，下乡的地方也都接到你们的名单了。要是没有很硬的关系，可能不太能撤销下乡名额了。我就是觉得他欺负秦书义有些讨厌，所以就偷偷往他凳子上倒了江湖，小小教训了一下他。他要是生气100倍1000倍倒回来就是，为什么要毁了我一辈子？门口一阵又一阵的哭声的同时，隔壁刘神也来了。朱卓华又没有回来，他为什么偷偷给我儿子报名？他怎么就这么歹毒？小孩之间的小打小闹，闹过了就算了，居然做这种事。刘神，你对我吵有什么用？我跟书义也被他擅自报了名，我们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叶静呢？你是他妈，这事情你必须负责。我怎么负得了责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女人她来了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！朱卓华，你竟然在家！今天你必须给我把说清楚，为什么害我儿子下乡？祝卓华，你害惨了我！你这歹毒的女人不得好死！贱人，你必须给老子一个交代！哟，都来了，我给大家准备的惊喜有意思吧？开心不？你们做出反应之前得考虑清楚。是大领导鼓励我们下乡支持农村建设的，你们这一个个目露凶光的是反对大领导的思想。我可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舍不得小资的温床，反抗下乡的指令可是思想觉悟问题，到时候就是劳改，可不是下乡那么简单。你别吓唬人，老子就是不想去咋的了？别读了几页红宝书就扯虎皮拉大旗。来采访的记者同志呢？快把他拍下来，好好登报，让全省人民看看这种思想如躯的年轻人是什么德行，竟然不听从组织的指挥去建设祖国，难不成是想要在养尊处优当大少爷？他还想要反驳，但看到记者就要拍照，吓得赶紧捂住了脸。不是来找我说理吗？怎么一个个都跟见不得光一样？哎，我也是想着广阔天地需要我们大家的建设，为了祖国，为了我亲爱的亲戚朋友们都成长，我才帮忙给你们办下多的。你们谁不想去？给记者同志说说呀，到时候把我跟那种思想觉悟不够的坏分子都拍张照，登报的时候好好把我跟对方比一比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优秀是怎么写的。祝卓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前不应该跟你过不去，
你认错了也没用，名额已经报上去了，我也改不了了哦。还有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那道歉的女生瞬间大哭。对了，大伙儿，有一件事我可要跟大家说清楚，我之所以这么喜欢帮助你们进步，也都是因为我的书意妹妹，要不是她，我能跟你们关系那么好吗？所以啊，感激我的同时，你们也要感激她哦。有道是百因必有果，你们的福气就是我。秦书意害怕，我没有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呵呵，受害者，书意妹妹，你受害了什么？不是我说你，本来就应该你一个人下乡的，但你非要逼我替你去，逼得我这思想一觉悟，才想着让大伙儿一起积极进取。现在好了，你的家人和你最好的朋友，包括我都陪着你下乡，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幸福？秦书意，我都是为了给你出气才被祝卓华报复的，你害惨我了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。你们够了！当初又不是书意让你们帮忙出头的，怎么就成了书意的错了？出头是你们出的，报复是祝卓华报复的，书意什么都没做，你们不就是害怕跟祝卓华那精神病对上，欺软怕硬才逮着书意这最无辜的欺负？大伙一起揍他呀的！瞬间，现场口角冲突直接就演变打架斗殴了。祝卓华也不管他们，他走向陆彤彤。我下乡的行李给我准备好了吗？有热乎的吃的吗？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带上火车只有带干粮，带热食不方便，干个活都干不明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祝卓华这人太阴险，太黏坏了，没到见到家人的最后一刻，我都得忍住。那我去给你买，你想吃什么？算了，等你买回来我都要饿死了。下次注意了，知道不？王大爷，你盯着点，只要不打死就不用管。好嘞，祝老板。祝卓华吃完沙县小吃，从空间拿了苹果就回家了。刚踏进家门，就对着家里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家人们讪笑起来。呀，这几个猪头是谁啊？门口看门的王大爷立马汇报：卓华，我按照你要求做的，那些小年轻被我一句公安来了就吓跑了。我知道了，大爷你继续去看门吧，我家就没事需要你做了。就这样啊？那自己这辛苦费拿得有点太轻松了，轻松的都有些不踏实。此时屋里，祝卓华，你这贱人不得好死！早知道你是这种祸害，当初就应该把你淹死。祝卓华把一大袋苹果给老师等待的陆彤彤，然后右手就要往后摸去了。你们怕啥呢？我就抓个痒而已。瞧着四人那狼狈的样子，他对陆彤彤招了招手。车票。陆彤彤又立马从衣服里拿出几张给祝卓华买的车票。车票都给你们买好了，我卧铺你们都给我站着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对家人一厢情愿的好意和爱而已。还有，你们要是想要违抗组织安排不下乡，我也逼不了你们。反正咱们家书意妹妹的那些朋友肯定还会来，而且四平妹妹的交友质量还是很好的，里面有好些个家里都有点身份是吧？到时候他们因为书意妹妹被迫下乡，一个个来报复，我会回来给你们烧纸钱的。祝卓华，明明就是你！祝卓华上去就是几个大逼斗。女人给全县人都报名了下乡改造，可却唯独留下一人，而这个人正是他妈。可他妈却果断放弃工作，跑去报名下乡。卓华，不要再打了，既然你们都下乡了，我一个人还留在市里干忙？正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们都去了乡下，我在城里还有什么盼头？我这就去把工作处理了，跟你们一起下乡。毕家人就这样被祝卓华连忽悠带威胁递上了火车，但除了下乡补贴和叶静的临时卖工作补贴，就没有丝毫准备。等上了车，毕家子思绪稍微冷静下来后，才意识到不对劲。这火车票是提前买的，祝卓华那死丫头怎么知道我会被下放？而且我下放的地点就是磊山村的建设一厂。祝有良忽然的质问让其他几人都愣住了。干爸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难道都是祝卓华设计的？祝卓华这死丫头就是在报复，她宁愿自己当上坏分子女儿的身份，两败俱伤也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。这贱人简直是疯了！他不是已经疯了？其他三人顿时语塞。阿切，肯定有阴沟里的老鼠在背后骂我。就祝卓华干的那些缺德事，骂他的人还能少吗？给我洗个苹果回来。陆彤彤没有回话，不过还是立马起身干活。就这样3天2夜的火车到红县，而接他们的却是一位少年。这最后赶来的6人中，其中4人那就如同吸干了精气一般，眼神空洞，剩下2个女同志，一个身上挂满了行李，脑袋都差点找不到在哪儿，另一个两手空空，跟出来郊游一般。这配置我来接下乡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。现在人到齐了，大家把行李放在驴车上出发回农场，咱们得赶快一点，不然天黑都到不了。走了一会，几个提前到的知青都有些不耐烦，嘴里多加抱怨。这最后几个来的可还真慢，都等了2小时了。就是啊，同志，这还有多久距离才到啊？我们这一路奔波，浑身都没力了，能不能让我们女同志坐一下驴车呀？我平时走回去40分钟就够了，
但上一次下乡的走了1倍的时间，至于驴车已经拉了那么多行李了，没办法再忍了。同志们，你们这次凑合凑合，下次我攒钱，租个能装的牛车，好吗？买个2手的不就解决了？对啊，还租啥呀？直接买个2手的。瓜子2手车的宝马才6万6，这么划算吗？靠谱吗？当然啦，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车况一目了然，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。买2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行，下次我买个2手的牛车，让大家也能坐上来。而就在这时，最精神的格格不入的祝卓华直接跳上了驴车。同志，刚刚我说了驴车承重有限，只拉行李。我知道规矩。说着，他啪啪啪都丢下了一堆行李。我家人提着东西换我坐驴车。同志，你们几个就你看起来最精神健康，这样都直不起来，大叔是你爸爸，你也不知道心疼心疼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。同一时间，早就憋着一股火的祝建军冲了出来。祝卓华，谁 TMD 跟你是一家人？你给老子！祝卓华瞬移一个飞踢，将祝建军踢到了2米远，瞬间现场安静了。有当哥的这样对自己的妹子的，一天不给你松皮，你皮痒了是吧？随后他对陆彤彤打了个响指，拿我的证明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陆彤彤依旧老样子，不说话，只照做。卧槽，精神病、精神分裂症、妄想症、偏执型精神障碍症、超雄综合症，还有孕检证明，怀孕的精神病，还是一个身手绝佳的怀孕的精神病。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？来，到我面前来提。那个谁，你不是话很多，还有啥说？快说啊！对方都快被吓哭了，不断摇头。既然没说的就出发，耽误我休息。我犯病了，可就是你们自己造的孽。都老实了，出发吧，按你的脚程走。谁要拖拖拉拉耽误了，我来收拾。在场大家更安静了。这时有一个长得比较壮硕的男知青不爽地走上前一步，祝卓华直接从空间掏出了他的绝世菜刀。你有话说。没事，不是说出发了吗？然后所有人都沉默地跟上。当然，最惨的就是拿着行李的祝家几人。精神病也怎么有资格下乡嘛？谁知道，但那精神病看着就好危险，以后咱离他远点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举着刀乱砍了。对，太疯了。不过我的腿真的要断了。祝卓华吃完苹果，百无聊赖，直接坐了起来，扫视了众人一番。赶紧的，都打起精神来！长征25000里都没喊累，你们才走几步就这鬼样子了。瞧瞧你们现在的能样，还来下乡，还建设国家，真丢人！全场安静，杜永山也实在没忍住，偷偷往后瞧了瞧，心中苦恼。就这么一个事儿多，嘴欠还精神病孕妇的女人，以后村里得折腾出多少事啊！在祝卓华的督促下，一眨眼不到40分钟，大家就抵达村里。不是说走不动，瞧，这还超常发挥了呢。爸，人都带回来了。杜永山说完，偷偷看了一眼祝卓华，随后和他爸说：“爸，这批下乡的出了个怀孕的精神病，病得不轻的那种。那是哪个？上头怎么把这种人安排下乡了？”爸，别刺激他，他还随身携带菜刀，疯疯癫癫的。我刚刚一路上背对着他，生怕他犯病拿刀把我砍。后悔今天是叫自家老实儿子去接人，要是我自己去，保准当场把这精神病给退货了不可。村长独自消化了一会，才走过去开始主持大局。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安排好住的地方。随后村长带他们看了好几个屋，可祝卓华都摇头不同意。终于遇到一间又臭又破的小房间，站在门口都能闻到臭。村长，这间不错，我爸他们说喜欢这间。我没有，我爸属于犯错误下放的。待遇怎么可以跟我这种主动申请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待遇啊？那这间屋的铺给你了，我再帮助你改造，不用谢。村长，我还有建议。祝卓华同志，你说。这时，祝卓华又熟练地打了个响指，眼神都懒得给陆彤彤使唤。他熟练地从包里拿出2张证明，走到村长面前，当个人形举牌的。村长，您看看，我有特殊情况，所以我申请单间。当然了，我也不占村里的便宜。给我来一间像刚刚那3人间的屋子，我多占的2张铺算我家人头上。我们家人团结又开放，我爸跟我哥都喜欢我这个妹。祝卓华，你住口！祝卓华一巴掌把情书一扇飞，摔在地上，嘴里吐出来血来。书意，我不是说了，不要惹我生气，我一生气就犯病。你是脑子里装屎了？祝卓华，你别以为我真的怕你。结果祝卓华直接朝着他的蛋踹了一脚。赶紧的，给我道歉！秦书义吓得浑身发抖。以往在城里还没毕业的时候，但凡祝卓华对我说一句重话，都有人冒头保护我。但现在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吼你。村长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
还真是个不正常的精神病。刚刚我差点以为对方是装的。女人第一次劳改下乡，就要求村长给她准备30两厅。要知道和她一起下乡的都住的是12个人的大通铺，可村长竟直接答应下来。好嘞，好嘞。说到单间了，我回头想办法挪一挪，给你挪一个单间。原来女人是精神病，村长害怕她伤人，只能如他。对，单间的事，我说了我不占便宜的。村长，我跟你说，我亲爹亲哥这样那样，所以啊，他们4人怎么组合2人睡一张床都是可以的。祝卓华叽里呱啦的把亲爱的家人们的底裤都扒光了。所以村长让他们2人挤一张床是增进感情，我算下来没占便宜吧？不算。那就这么定了，给我搞个单间。对了，还得让我男人一家住在我单间的旁边，这样才方便他们照顾我。你男人是谁呀？这时陆彤彤瞅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激动的都哽咽了。哥，看这里。陆之也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有些不敢置信的看了过来。看到是妹妹后，他也激动的跑了过去。你这死丫头怎么跑来了？你知道我们当初托了多少关系才把你留在城里工作的？乡下的苦你吃的了吗？我现在已经不娇气了，我能吃苦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多苦我都吃的了。兄妹俩感人至深啊！原主当初被赵建华那狗东西算计下了药，全程都昏昏沉沉的。我记忆里的陆之野特别模糊。随后他很理直气壮的直接指着陆之野道：村长，我男人，我可不会道歉求的原谅，然后卑微的进他家门，以此来完成给小崽子一个幸福的家的想法。要知道，当初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陆之也是求过原主主动解释清楚的，但原主虽然知道被算计了，但还是选择了站在赵建华那边，所以这恩怨解释不通。道歉都把人家害到这里来了，道歉有个屁用？没办法，做事要格局放开，我只有来硬的了。既然不进对方家门，把对方全家强行扛进自家家门，原主的小崽子不也依旧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？他们家旁边有空屋子没？或者村长你安排？小陆，这疯女同志是你爱人？不是。这下不就尴尬了？陆彤彤，你先别哭了，吵死了。祝卓华走近他，然后熟练地指着自己平坦的小腹，这里可是你女儿哦。滚，死远点。我准备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特意下乡找你的，你考虑，是自己进我的家门呢，还是得让我用强？你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吗？那个为了赵建华什么都愿意听的蠢女人，怎么感觉跟眼前这人不一样了？放心，等你进了我家以后，每个月都会给你零花钱的。我吃点亏，我养你们全家。遇到我这种冤大头，你赶紧见好就收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第二个。小奴隶，你继续跟你哥哭一会，等我选好房间，记得把你哥给我送过来。晚上我还有大用呢，就靠小受精卵的亲爹好好收集一下积分，我就可以买了。我怎么有一种被老流氓调戏的感觉？我们单独聊聊。没看我现在忙着选房子吗？都说了，等我选好房子再来。村长，继续啊，毕竟得住好几年，我得好好挑房子。村长带着他继续去看房，陆彤彤也连忙拉着亲哥到一旁，赶紧把这段时间的事情说了清楚。当然，哥，那个知青办主任在他面前可恭恭敬敬了，他不想下乡完全可以不来。我这几天想破脑袋就得出一个可能，他8成真冲着你来的。哥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呀？我都这样了，他黏着我干什么？会不会真的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？我之前是不信他肚子里有孩子的，但火车上接触下来，对方有孕吐的状况，并且每天都要我给肚子里还没成型的孩子做胎教。完了，哥，他又凶又讨厌，他不会真的会成为我的嫂子吧？陆彤彤欲哭无泪，而村长是真怕了祝卓华了，因此很快就安排好了。祝卓华同志，陆家旁边倒是能腾出一间空房间来，但那老太太脾气古怪得很，倚老卖老，仗着年纪大了，根本不听我的命令。我是真好奇，这撒泼的遇到又横又疯的，谁能赢得过谁？哎呀，村长，你的演技可真差。不过呢，你安排的这屋子我看上了，当然了，关键是我愿意帮村长您解决这些麻烦。随后他在村长错愕的表情下，直接一脚踹门，砰的一声，他直接把老太太往地上一丢。哎呦，我的老胳膊老腿呀！你这哪来的疯女人？你赔我医药费！听好了，以后这间屋是我的了，你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。哪来的臭娘们敢惹我？小心我儿子打死你！儿呀，快来呀！快来把这疯女人好好收拾了！这时男人立马飞冲过来，妈，你没事吧？谁欺负你了？就是她，就是这个疯女人。此时祝卓华面对着人高马大的男人丝毫不怕，熟练的打了个响指。
我操，忘了陆彤彤这小奴隶正在跟他哥叙旧呢。村长，你懂的。王大涛同志，这位祝卓华同志是新来插队的，患有精神病。老子管他患什么病，敢欺负我吗？臭娘们不想活了！王大涛这凶劲儿可让祝家一家子兴奋的不得了，心里都恨不得王大涛把祝卓华锤死。快点打起来呀！快打死他！老子平时不打女人，但你敢抢老子房子还伤了？王大涛还没说完，祝卓华一个闪身，直接把他手掰骨折。抬他吧！王大涛妻子见状也准备冲上来帮忙，祝卓华直接从空间拿出菜刀，熟练的使用了自己那每都能惊为天人的绝技。就哪来的臭娘？菜刀直接划出，然后直接把王大涛妻子手里的锄头给削成了2半。都是下乡建设祖国的工农兄弟姐妹，你们家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点关爱？对方也被祝卓华刚刚扔菜刀的手法吓到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哑巴了，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不尊重我？是文盲吗？不是。不是那上学的时候，你老师没教你要礼让老弱病残孕？老子占了俩，你还敢对我动手？直接一脚把他踹翻倒地。你素质呢？不是上过学？老子最讨厌别人比我还狂还傲。他一边说一边踹，直接踹得这王大涛抱头求饶。祝卓华忽然把视线再次移到老太太身上，那老太太吓得都不敢给儿子求饶，似乎还想偷溜，结果就这么被抓包。好好的你不生个人，非要生个畜生来恶心我的眼睛是不是？老太太，我搬，我现在就把屋子给你腾出来。我现在是说搬家的事吗？我是说你生了个读过书都还是畜生的玩意儿。瞧瞧人家村长，就是因为村里被塞了太多你们这种畜生，才让他累得头发都白了。祝卓华随后又往背后一逃，这瘦小小的身材是怎么在背后藏2把菜刀的？女人搬空全家准备下乡找孩子他爸，还顺便搞丢父母工作带上全家。可家人不是高兴而是害怕，只因女人成了精神病，时时刻刻都在折磨他们。而刚来的第一天就有不怕事的，祝卓华直接教训了一顿。就在众人以为他会再拿出刀时，却不想掏出的是一本红宝书。虽然你们是畜生，但我却是好同志，畜生同志也不能阻止我对你们的帮助。王大涛同志接旨。陈领旨，这本书送你，希望你们家以后好好进步。不道谢吗？谢谢。不用，给你们1个星期的时间，把红宝书抄写20遍并送全文。下周这时候我要检查，要是你们还不能进步，那我没忍住再次犯病，拿菜刀剁了你哪儿就不知道了。村长救我！我都说了祝卓华同志有精神病，你非要去招惹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再说多学学红宝书是进步是好事，嘿嘿，让祝卓华压制王大涛一家子，然后让陆之野一家克制祝卓华，这样以后这群城里来的就能形成合理的良性循环了。突然祝卓华又是邦邦2拳。村长就知道叫村长，你咋不叫妈？一大把年纪跟没断奶一样，人家村长都懂学习红宝书的重要，你是不愿意学，是反动，是想上台子上被批斗。王大涛不断的摇头否认，不断的求饶。我没有，姑奶奶，求求你别打了，这样现在都到饭点了，你也该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，只希望你原谅我。确实有点饿了，那你准备请我吃什么？当然是好吃的，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祝卓华没再说什么，跟着王大涛来到了房间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你从哪弄的？这不是早上路过商店就买了一点。这样呀，这炸鸡真香，不便宜吧？不贵的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去试试。吃完饭，祝卓华并不打算放过王大涛。我没有就好。村长，我身为自愿报名下乡的进步知青，来这里就是要带领着知青们做实事的。回头知青里还有谁像这一家子一样破坏团结，都交给我，我来教他们如何从畜生变成人。祝卓华同志，你很不错。看戏的人越来越多，其中有一对中年夫妻，瞧着气质很精神矍铄，也在人群中。原本王大涛一家住的近，就一堆麻烦事，这有精神病的小姑娘挨在我们旁边，太危险了。我们要不要找村长换一下屋子？哪有那么好换？况且我瞧着那女同志眼神清明，敢揍人敢砍人，但不一定真是精神病。咱们不招惹她应该没事。夫妻俩正窃窃私语商量着呢，村长余光瞬间就看到他们。老陆同志，原本正想找你呢，小陆同志刚刚没找你们吗？你们女儿和儿媳都来下乡了。村长，您搞错了吧？我家虽然有女儿，但在城里工作的好好的，而且我家这也没结婚。我哪能搞错？你女儿陆彤彤是吧？
刚刚碰到小陆同志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还有你们儿媳，人家都怀着孩子找下乡，现在不是你们家儿媳妇，很快不就是了。我要就是来说你们家未来儿媳的事情，既然她为了你们家小陆同志主动下乡的，那肯定是对小陆同志爱的深情，回头就得靠你们家，尤其是小陆同志好好管住祝卓华同志，不要随时发疯，尤其不要随时携带菜刀等道具，还有最好不要。村长，你说的我那未来儿媳妇是那位女同志？对啊，你们难道不知道？很快，夫妻俩的疑惑就被解开了，因为陆之也带着陆彤彤过来了。爸妈，你们这直接回家，肯定会被祝卓华发现。我带你们走远一些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先把事情商量清楚。但殊不知，祝卓华本就一直知晓不远处的他们都动向，只是没去点破而已。臭死了！都怪你这死老太婆住久了，里面全是老人味。今天不给我把卫生搞干净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一家人走远后，都听到祝卓华凶巴巴教训人的声音。这么刁蛮难缠的女人，居然怀了我们家的孩子，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追来乡下，这女同志就是当初陷害你流氓罪那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快说清楚。于是陆彤彤又一次把自己在城里的所有经历叙述了一次。知影，这件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妈，您觉得我如今有选择的机会吗？对方怀着我的孩子找上门来，村长也极力要求我管好那疯女人，无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外界压迫的妥协，祝卓华带着孕肚而来，我就没有了选择。我会负责的。瞬间一家人都沉默了下来，而屋里郭太太，再搓墙都要搓薄一层了，我们已经打扫得很干净，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放过我们吧。祝卓华嫌弃地扫了他一眼，然后拿出手电筒准备提灯定损。这里还有那里都不干净，重新给我干。算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们今天乐于助人的服务水平也算差强人意，滚吧，记得1周后抽查红宝书。一家人连忙鞠躬答应，飞快逃进了自家屋中。祝卓华这才把注意力放在陆家一家子身上。别说陆家父子，陆之也从一见到我眼里就透露出一种怀疑的眼神，让我心里毛毛的。而他父亲陆风江，这种上过战场、站在过权力巅峰的人，那眼神就好像能把我假装发疯的小心思看得透透的般。我可不能心虚，这可是我的主场，姐就是女王。他赶忙调整心态，然后紧了紧一家4口。你们聊完了，是什么个结果？孩子，我们跟之也商量过了，等你安顿下来，随时可以带你去领证。不管是怎么样，孩子是无辜姑娘。彤彤，你们赶了一路来到这，肯定问了吧？正好到饭点了，我准备的有吃的。也行，确实有点饿了，请我吃什么？当然是好吃的，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祝卓华也没客气，跟着陆之野一家来到了房间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你从哪弄的？这不是早上路过商店就买了一点。这样呀，这炸鸡真香，不便宜吧？不贵的，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去试试。吃完饭，祝卓华又继续了刚刚的话题。本来要说的话都准备好了，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结果这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下乡之前写了澄清信，寄去了派出所，澄清当初的事情是赵建华设计的，然后我也不让你们家白吃亏，以后你们在乡下吃喝我包了，我养你们。我就说我们这情况亲戚都避之不及，能为了孩子下乡来的女同志心眼一定不坏。朱韵身后的3人都沉默了。我在刚刚一家人商量的时候，就自认为老妈的想法不靠谱，结果我老妈就说了一句，祝卓华还愿意养我们家全家。那姑娘就这么说定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家虽然不复从前了，是没办法让你过上城里的轻松日子，但一定不会让你吃苦的。你们的行李还在牛车上吧？让之野和他爸去拿行李，你一路坐车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烧饭给你吃。行。陆之也扫了祝卓华一眼，沉默的没有说话，默默的和亲爹一同去拿行李。女儿和未来儿媳的接风洗尘。朱韵咬咬牙，也把家里唯一巴掌大的腊肉从包里拿了出来。妈，我来帮你做饭。不用，彤彤你也一路赶路很辛苦，也需要休息。妈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懒惰的我了，我现在可勤快了。我出去溜达一圈，一会儿回来吃饭。好，小心一些，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，要不让彤彤陪你去？不用了，我就随便溜达，认路。祝卓华溜达溜达着，听见下工后的老知青聚在一起闲聊。听少奶妈，这次下乡的来了一个精神病，一个人把王大涛一家都干翻了。我操，
是哪个哥们这么牛？是个女同志，是真的有诊断报告的精神病，还随身带菜刀的。刚当村长给把我们房间铺位安排出去后，还嫌我们遇到别惹他。刚当我还看到王大涛全家缠着村长，求村长给他们家换房子呢。女同志，你也是今天来下乡的知情知意。同志，你见过那个女疯子了没？是不是长得很魁梧，吓不吓人啊？我就是那个女疯子，你们要不自己评判一下？女人是精神病，可下乡第一天却懂得送礼贿赂村长搞好关系。而正当祝卓华在溜达时，却听到了王大涛在村长家搞事。你们刚刚说的村长被王大涛一家缠着，现在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村长把你们新知青的铺位分完后，应该是回家了吧？咱们这一片住的都是下乡人员，你们进村后那一片是村里人的屋子，你要找村长的往这边走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了。而此刻村长家王大涛哭得撕心裂肺。村长，以前是我们全家不懂事，您就给我们换个屋吧。那疯女人太危险了，我真担心她半夜睡不着就跑来把我们全家都剁了，怎么办？村长冷着继续拒绝。突然，疯女人说的是谁啊？哎呀，东北雨姐你也在呀？来打我小报告，你们这一家子畜生果然就没什么好心眼的。祝卓华咬牙切齿，手又伸到背后了。祝卓华同志，你冷静。我要洗澡，你们赶紧回去给我烧2桶热水。一会儿我回去没有热水，我把你们都绑起来烧了。村长，你看他又威胁我们家。那个王同志，村长我也爱莫能助啊。听到没？再说了，你们全家不应该都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我就只欺负你们不欺负别人？这还不是你们的问题。王家一家子都很崩溃，所以你们是听不进话，费了我这么多口舌还不去烧水是吧？祝卓华说着就把背后的东西掏出来，而同一时间，快吓尿的王家人立马往回跑。我们马上回去烧水。这画面，村长看了都觉得不真实。村长，这是一条烟。村长，我来村里肯定让您操不少心，您掉地上的烟给您捡起来了。说着，他直接把一整条烟塞他手里。那个祝卓华同志非常感谢你的烟。村长别客气，咱俩谁跟谁？是，你说的对。祝卓华同志，你这大中午吃饭没？作为回礼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也行，确实有点饿了，请我吃什么？当然是好吃的，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祝卓华也没客气，跟着村长一家来到了房间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你从哪弄的？这不是早上路过商店就买了一点。这样呀，这炸鸡真香，不便宜吧？不贵的，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完了，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去试试。吃完饭，祝卓华又继续了刚刚的话题。这是您的烟。你的，我帮您捡起来的。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随时带菜刀。在村长您的领导下，我一定好好进步。这什么话都被他说光了，我还能说啥？那村长，我再到处溜达一下，熟悉熟悉。对了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我妹，还有王大涛家3个成年人，加起来刚好7个人。7个人有什么特别的？1周7天，以后他们轮流给我干活，我得好好养胎生女儿呢，不能下地。他们要是没有帮我这个助孕并弱势群体，我来收拾他们。放心，我就收拾他们7个，其他人只要乖乖接受您的领导，好好在知青的岗位发光发热，不招惹我，都是我的血浓于水的工农兄弟姐妹。那村长，你慢点回，我去溜达了。这女同志的后背裤腰带上怎么能藏这么多东西？杜永山瞧着亲爹进屋，好奇询问：“爸，您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？您这么快就摆脱王大涛一家了？”爸，这是中华。你爸我识字，这还是没开封的一条，谁送的礼？那精神病大手笔的把我都吓得不轻。爸，你这收了他这么贵重的礼，以后不得把他供着呀？就他那疯劲儿，我不是已经供着他了？杜永山挠了挠头，爸果然是爸，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又溜达了一圈，祝卓华这才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大肥鱼往家里出去。等回到屋这边，祝卓华，你哪弄来的？村长给我的。祝卓华一副矫情又得意地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，说是可怜我这个无助脆弱的小孕妇，要我把鱼拿回来好好补身体。无助脆弱，你也不知道祝卓华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的。是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村长不是那种大善人，冷不丁的送鱼难免会觉得有目的，所以我心里是不赞同卓华随意就伸手接了鱼。可毕竟我们才认识一会儿，我没资格教育祝卓华。祝卓华把鱼递过去后，激动地道：“能做酸菜鱼吗？我想酸辣口味的。”你一个等着吃饭的要求还这么多。我去找邻居借一点酸菜，就是家里的油不多，味道会欠佳一些。谢谢妈，我来了这里认识那么多人，就跟你最合得来。回头我娶了陆之野，我定好好给你养老。说了2句自认为的好话后，
祝卓华开开心心回房间去，陆彤彤生气的直跺脚。妈，祝卓华刚刚那是啥意思？叫你妈已经很冒昧了，还娶我哥，这是把我哥当入鳌的了。好了好了，人家小姑娘怀着孩子需要保持心身健康，就让着她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是真觉得她越瞧越感觉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，没那么多坏心眼。陆彤彤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妈，你是疯了吗？我刚刚还在跟爹妈哭生哭死，现在是恨不得立马离家出走。她单纯，我看你就是看中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脑子都不要了。我以前的好姐妹嫂子怀上孩子就能在家里为所欲为，我还以为你们思想觉悟高才不会这样因为一个孩子纵容。彤彤你怎么啦？生气啦？我才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妈你对祝卓华太好了，比对我都好。那可没有，妈妈一直都很爱你的。对了，彤彤，多了吧，来，妈妈今天准备了你喜欢的东西。也行，确实有点饿了。准备了什么呀？当然是好吃的，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彤彤没再说话，跟着妈妈来到了房间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你从那弄的？这不是早上路过商店就买了一点。这样呀，这炸鸡真香，不便宜吧？不贵的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去试试。这个东西我可没有和你嫂子说哦。果然妈妈还是最爱我。祝卓华进了屋，而此时陆家父子俩正默默地给旧床加固。陆风江转头才发现他。小祝回来了，行李都搬回来了，床也加固好了，把行李收拾出来就可以住了。谢谢爸。那你先收拾着，我出去找木头，给屋里做2根凳子方便一些。爸，你人真好，我不急，您干活一天了一定累了，先休息休息吧。陆之野，你等等。什么事？你给我铺床。没长手。祝卓华不语，只是一味地摸没有隆起的肚子。洗漱的放盆里，盆放床下，剩下的放桌子上。你这人怎么好意思的？还有衣服先放桌下的抽屉里，这也不知道得住几年。回头记得告诉爸，还需要给我做一个柜子。陆之野直接走到祝卓华面前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表达的还不够明确，那我现在确定已经肯定的跟你说，我必须要跟你一起把肚子里的孩子养大。陆之野，你摸着你的良心说，害你的是不是赵建华？是不是他瞧着你爸妈倒了，迅速给你挖坑？我充其量就算是一个被赵建华害了书，帮他数钱的不完美受害者。我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，那天就遇到那种事，你就不能允许我害怕，允许我单纯好骗？现在我被你搞得大肚子了，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放弃在城里的生活和工作，特意跑来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你说我有错吗？我为了孩子母爱奉献，你说我有错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你说呀？还是你说你就想当个渣男，拔坤无情，要我肚子里的孩子当个从出生就被笑话的野种？回答我，你说啊，说啊！